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康正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张志豪议员两位啊，很像哦，是志豪跟志豪，还有呢黄伟汉先生、柯志恩委员、叶元之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哎呀，美国好像在打内战啊！哦，以前你很难想象，陆战队通常是登陆打敌人的，陆战队都派出来了，700个陆战队在洛杉矶待命哦。他们先搞了4000多个，本来说2000，现在有4000多个国民兵，4100个国民兵，还有700个陆战队待命哦。那但是现在问题也不是只有洛杉矶，洛杉矶好像比较平静一点，但是呢，旧金山也有，芝加哥也有，纽约也有，很多地方。哦，大家都都起来了哦，那民众哦都开始躁动。那另外呢，这个700个陆战队员是美国的北方司令部出动的啊、哦。那另外呢，你看光洛杉矶哈、哦，比如说市中心哦，然后呢监狱哦，监狱常常都会暴动哈、哦。然后呢一个博伊尔高地。哦，还有派拉蒙这个地方拉美裔的人特别多哈、哦，所以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联合国都讲过，联合国说不希望看到局势进一步军事化，主要你这东西就警察处理讲，你搞个军人出来，国民兵也是军人，然后呢陆战队更不用讲了哈、哦。那富爸爸作者说内战已经开打，哦，这不内战，什么是内战呢？就是像内战一样啊啊、哦。那另外呢川普说：“你们不要吐口水，因为我们有时候喜欢对国民兵啊、对执法人、对警察吐口水。哦，你敢吐我就敢打，你吐看看，打你啊、哦！吐口水有几种，一种是吐在脸上，一种是就吐在地上也有嘛。他们那个足球队员常常喜欢吐口水，吐我就打你啊！对我们侮辱啊、哦！警察也发射了催泪弹哦，有一个记者还被子弹打到，不是就是说比较不是真的子弹了哈、哦。那另外呢，川普说，我如果把加州州长纽森，他以前不叫纽，叫纽扎人渣的渣，把纽扎抓起来是件好事。那加州也控告联邦政府说史无前例，你是夺州政府的权嘛？哦，已经从1965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哦，35加25这60年，从来没有一个州长不请求总统派国民兵的。你就绕过州长哦，所以呢，你夺州的权。纽约时报说，川普是扩张总统的职权，要打移民，主要是剑指民主党。为什么？因为民主党对移民又太宽松了。美国要不然就是太宽松了，搞那个 DEA 什么多元性别是太宽松了，搞得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川普，但是比较起来，他选择川普，他没有选择，他就相对来讲。两害选举取其轻，那川普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政策就是打非法移民最得民心，哦，到现在为止，大家觉得这点做得还不错，所以说抓着而且凸显你民主党哦，不能够有效的来管理哦，有效的来统治国家。好、哦，洛杉矶说联邦政府在做接管地方权力的实验哦，那另外呢说川普借故教训纽松。而且也测试他总统的权限，到底美国联邦制啊，地方到底怎么样？联邦有多少权力？墨西哥总统出来说话，墨西哥总统啊，他说呢，希望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不要去打警察哦，然后呢要和平表达，因为你如果是打警察啊，突袭逮捕移民的官员，就是一个挑衅行为。墨西哥最近已经蛮惨了。要寄钱回去都受到限制，所以墨西哥最近外汇的收入减少很多。总统也不希望搞得太乱，而且川普没事就对加拿大、对墨西哥要抽税啊、处罚等等哈。那好吧，我们看一下。洛杉矶警察武装戒备，拿大声公撤离示威群众，但抗议者们始终不愿放弃。洛杉矶移民示威潮扩大，情况也越来越失控。国民兵连射闪光弹斥退示威群众，后方还有骑警队大阵仗施压，直到深夜，街头出现更多抗议乱象。
抗议者跳上警车，踩破挡风玻璃，直接在马路上纵火烧垃圾桶，甚至有人试图故意冲撞抗议者，尖叫声四起，吓坏附近居民。而在联邦大楼外，警察手持盾牌围成一圈人墙，门后还有更多警力待命，防止抗议者突破封锁线。I can see the blockade of law enforcement stopping the traffic into the street, car traffic either way. You see them with the shields and the sticks. The officers behind them have another wave of non-lethal force, that being tear gas. 警民对峙只隔5层阶梯的距离，紧张气氛攀升到最高点，冲突一触即发。示威潮涌入洛杉矶体育馆和加州科学中心 ，IC 人员还被目击抓走水果摊贩，人民怒火急速升温，抗议规模也在无限升级。我觉得这个画面很难想象，因为我曾经在美国念书，特别是在 LA 哦，所以看到这么多军警住，我前后住了5年的时间哦。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来说，其实说陌生也陌生，说熟悉也熟悉，因为1992年我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其实就发生了4个美国白人警察去打一个黑人，然后那个荧幕被这个放送去之后，这4个警察竟然被判5岁。从此这个加州那天我还印象很深刻，就被老师还有被学校说你要早点回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4点多叫我们赶快回去，原因就是那时候可能会发生大暴动。就你看1992年那一次的民族，就是彼此之间的黑人跟白人之间的这个部分呢，让加州同样有民兵进来，然后呢，也是造成10几亿美金的损失，68个人死亡。我的毕业典礼5月6号，那时候就有装甲车在我们南加大里面，就是你就知道那个暴动。所以为什么是 LA？ 因为 LA 移民非常的多嘛，它的洛杉矶的市长通常都具有拉丁裔的，会讲西班牙话的。那更何况刚刚赵大哥也提到的，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从头到尾呢，他们就是非常支持民主党，所以川普对于加州来说的话，已经是不爽很久了，对这个纽森也是不爽很久了。那也的确，这一次他们各自找到这样的一个点，虽然移民的政策让川普获得非常大选民，也诚如你刚刚所提到的，他们对于无照无证的这些移民做得非常宽松的一个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在中部南部一些所谓的农业大州的话，没有这些所谓非法的移民，你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食物，你那么多的谷，你那么多的这些水果，你是要靠他们，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做，是靠这些人用很低的劳工来去做。所以你看现在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农作物，大家也会很担心会减损或发生损失，因为已经没有这么便宜的劳工了。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有太多层次的一个纠结。那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说实在的，川普他在很多的关税政策，在他上任之后，他并没有在经济上做出一个好的成绩。可是你反而在很多的层面上面，像这一次，虽然你的部分在你的政选的政策当面已经告诉大家说，他要严格管制非法移民，而且把它彻底的消除，大家都知道。可是不晓得他会这么硬，而且透过没有告知州长就动用国民兵，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然后很多的记者去的时候，他也一视同仁。所以你看这个画面一出来，而且呢，很多的时候真的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就是特斯拉被烧的地方最多。为什么？因为他的老板就是 Elon Musk。所以说，他通常看到他们被烧的比率来说，特斯拉是最多，所以已经大家有很多，包括过去来说，长期在比较是低下的一些的所谓的劳工的阶层，也是利用机会，一直没有办法赚到钱，也是利用这个机会。你知道，任何一次的暴动，为什么很多地方会被烧，很多地方会被抢，就是他们已经把过去的积怨，不管是你是种族，不管你是移民，不管是任何部分，当你觉得你受到不公平，然后你的生活没有过得好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当然就会暴动。这是世界各国的部分，然后再帮他把这个画面放进来。我觉得川普在这个部分里面，如果跟州长之间没有个好好的沟通，这件事情从洛杉矶开始，这个旧金山已经开始有，那更是科技移民的大宗。然后你再到其他的地方去，他在这个画面不断的放送，你就要看哪个电台去放送哪个画面，哪个记者站在什么角度来去说，否则美国真的民众不允许他们的这个民主的 Greater America 可以受到全世界是用这么多居民互相来做这个暴动镜头，没有人够忍受得了了。就是啊，就真的像内战一样嘛，哪个国家里面部队在对付自己人呢？好像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哈。那当然了，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开始，移民的问题在欧洲也是，那种极右派起来也都是反移民，所以极右派最近好几个选举都选赢嘛啊。那以前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民主党对移民非常的宽松，所以像德州这种州长，共和党的他怎么办呢？移民来以后，他把他装在巴士上运到纽约。
你的民主党州长，你下去了吧？民主党市长，你们去让他们来 take care， 让他们来照顾，我就没办法搞你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哈。那这个陆战队出来，这是很严重的，因为陆战队是非常精锐的部队，在台湾也制度真的很厉害嘛。美国这个外国的大使馆才派陆战队去保护，所以陆战会一出来，那个是不得了的。我们看一下。They have activated 700 Marines to the LA area. 美国总统川普没再开玩笑，下令加派700名海军陆战队前往洛杉矶镇压暴动。从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就没动用过海军陆战队来镇压民间动乱。川普执意派兵，让加州州长纽森怒喊提告。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is threatening to sue the administration over this deployment. 纽森还发文抨击第一批2000名国民兵，实际上只有约300人被派遣，其他人都被困在联邦大楼内，没有食物和水，也没有明确指令，打镇长动兵，只为满足川普的虚荣心。He's an incompetent governor. Look at the job he's doing in California. He's destroying one of our great states. 但纽森不是孤军奋战，背后还有22名民主党州长力挺。协会发表联合声明，指控川普部署国民兵是在滥用权力，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更是破坏当地执法部门信任。洛杉矶市中心、大都会拘留中心还有高速公路，现在都被政府列为非法集会区。在旧金山，警方一夜逮捕超过150名抗议民众，纽约街头也涌现示威人潮，移民怒火持续烧向全美各地。我们平常纽约也做很久了，到底怎样？他这次这个事情哦，我觉得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啊哈。首先呢，你看到民众在街头跟这个国民卫队对抗哦，看起来好像实际要打内战，可是事实上呢，他在法律上呢也会是非常尖锐的斗争。因为现在美国啊，自从川普上任以后，非常荒谬的是呢，援引的都是非常古代的法令譬如说他当时这个为了驱逐非法移民啊，川普援引的是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他去驱逐那个非法移民，那是18世纪的法律。那现在呢，Newsom 他们就是加州州长，他们要对抗川普动用海军陆战队呢，他们可能援引的法律呢是19世纪的法律，1878年的民兵法案。因为那个民兵法案呢，明文规定说，现役军人不得在国内执行执法任务可是事实上，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你虽然是200年前的、100年前的法律，可是它法律没改。法律就在那里啊，那法律就在那里，就说你的海军陆战队是不能动的啊。所以目前为止呢，他海军陆战队他动员了军牌出来了这个川普好像这个军容壮盛，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敢动？你真的敢动呢？你接下来法律战，那川普更有趣了，他说这个Newsom 这个州长说你要抓我就来给你抓，很有气魄嘛，因为他2028也要挑战总统，这时候没气魄他怎么选，对不对？就川普竟然说这个纽森州长犯什么罪呢？犯选州长罪他最大的罪呢就是他不可以去选州长。所以现在大家吵闹已经真的也很荒谬，也很难堪。可是民众的愤怒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各位可以看看啊，美国现在已经对全世界来讲，它陷入一个多么荒谬的情境。以前美国专门在嘲笑其他国家说你某某政权你好不民主，你怎么去镇压暴动者，你怎么去伤害记者。这一次在加州这个暴动，我跟各位讲，中国大陆的新华社记者受伤，然后呢，英国的记者，一个摄影记者，他被他的那个弹他们那个弹呢，就是之前我们台湾在讲的那个什么玩具枪，其实一样的，它塑胶子弹，它被那个海绵子弹呢击中大腿，也是必须开刀。然后另外一个澳洲的记者呢，也是被击中腿部。所以呢，现在变成怎么样？变成全世界呢在呼吁说，你记者在美国要小心啊，你要重视人身安全啊，就好像那个以前美国人在报道那个中东战区在报道哪里的一样，觉得你要被流弹所击。而且更要命的是，现在大家呢在
警告留学生，国外留学生都在警告说，你留学生不要太好奇，你们不要随便去拍摄，不要随便发那个你的社群媒体啊，不要随便的做短影片，因为呢，你如果不慎，你非常有可能被驱逐。好吧，这个美国很难想象一个好好的美国变成这样的混乱是真的想都没想到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以前美国常自豪说美国是民族大熔炉，我说现在不是熔炉，是民族大火炉，每个民族在里面烤休息再回来。好，美中礼拜一在伦敦谈6小时，礼拜二续谈那美国代表出来都说谈得很好，川普也说非常乐观，到大陆那个副总理呢出来呢面无表情，所以到底是乐观不乐观，结论是怎么样不知道那不过通常是这样，老美只要一点好都觉得很好了，那老中呢只要一点不好就觉得不好了这个民族性个性完全不同。那我们看呢这个现在美国现在看这次关心的是稀土了真的我们以前也知道稀土重要性，没想到这么重要。就像以前我们知道晶片重要，晶片没想到那么重要。到了疫情发生的时候，才发觉怎么订车都拿不到车呢？说那个车子缺少低阶的晶片不是高阶晶片就做不出来。就是要等你订的车订很多个月、半年、1年以后才交车，就是晶片。那现在呢？原来大家也不觉得，你原来有觉得台积电那么伟大吗？也没有嘛。突然台积电伟大起来，变成什么护国神山了，全世界必争之地没有啊？以前台积电股票300块、200块，好长一段时间，今天突然涨了35块、40块。稀土也是原来知道重要，不知道这么重要我说怎么这个也要稀土，那个也要稀土，而且呢，这个大陆它之前说90%，今天资料说70%都是它的稀土，连乌克兰的稀土都要送到大陆去加工。为什么？因为很污染，而且需要技术。我不相信美国做不出来，美国做得出来，他以前不做而已。我做干嘛呢？既然有地方生产又便宜，我就买它的就好了，对不对？我东西那么贵，会交换它便宜的东西。那现在大家一要杯葛，一管制，发觉说这个蛮重要的。特别发电厂也要这个国防也要战斗机也要军舰也要汽车也要什么都要那所以呢，说美国能不能把你的出口管制放宽一点，不要什么都处处的背给我中国。那我呢，稀土呢出口能够放松一点那川普说他收到好消息，但是呢，晶片大陆希望你晶片这个管制能够解除，好像也没松口。特别对于那个黄仁勋那个 H20，现在说美国愿意放宽部分出口，但是呢 ，H20不放宽黄仁勋还一直在跟川普讲说，你不放宽对美国是吃亏的老共将来自己会发展出来你一个市场你不要，害我损失这么大，那你什么意思呢？看起来呢，川普呢，所以你知道跟川普什么交朋友什么都没用。川普在白宫还把黄仁勋搞上来这个多厉害然后呢，在美国投资几千亿美金的呢，看起来好像昨天还说他可能用黄仁勋来取代这个马斯克，就看起来你的我晶片还是不取消管制那另外呢，说希望加快稀土出口。大陆说我并没有不让稀土出口，只是那个过程很慢，要核准审批，你知道那就可长可短那大陆媒体说中美贸易不平衡，老美说不平衡，它是假议题那老美认为是真议题那另外呢，这个华为的任正非以前是不接受访问的，很低调的，但最近呢，大概要一直出来，因为晶片等等跟他有关。他说呢，大陆不要担心晶片问题为什么呢？他就说这个虽然我们跟美国还差一个世代，但是我们可以用多来补少我们可以用数学算术来补物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总有办法用非摩尔来解决摩尔的定律就是我总有办法集大家的力量，集大家的智慧，然后呢，也许我的方法比较笨或是比较没有效率，但是我还是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就这样子大陆对美国的出口5月就暴跌34.5%，他们说6月可能会起来，为什么？因为关税不是暂停吗？从145还135变成35，暂停的时候呢，可能他就讲着出货但从另外角度看，就算是35，跟以前比也多很多有很多产品毛利都没有35%
你现在加了30%，他到底谁来吸收呢？哈，《纽约时报》说，习近平要求川普管好对中国的鹰派，因为美国政府有不少鹰派了啊，要对中强硬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有200家跨国企业，中间的几十家做代表，说呢，你们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汽车啦，这个化妆品啦，很多这个产品的公司，还甚至银行、金融界，都说你如果这样子搞哈，特别他最近那个又大又美法案里面暗藏一些玄机，所以你这样搞呢，如果我们在美国这个生意不顺了，会砸掉840万个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希望劝美国国会议员跟川普能够不要通过这样的法案啊。那美国商会这台湾了啊，是说呢应该对台湾好一点，否则对台湾不公平。台湾是你的伙伴呢，你有没有对伙伴这样呢？你对敌人可以这样，你对伙伴才这样不公平呢？所以希望你的关税对台湾好一点啊。而且他们有个最新白皮书对能源政策，美国商会也提出5个建议，我们看一下。中美在英国伦敦登场的首轮经贸磋商进入马拉松延长赛，第2回合谈判于台湾时间10号下午5点展开。虽然具体进度双方都保密到家，但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表态，将争取中方松绑稀土出口。I'm very comfortable that this deal is about to be closed, and it's going to be closed not with a bunch of staffers and bureaucratic language, but with handshakes. The point is we want the rare earths, the magnets that are crucial for cell phones and everything else to flow just as they di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April, and we don't want any technical details slowing that down, and that's clear to them. 外媒彭博社、路透社报道，美国有意撤销部分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包括晶片设计软体、飞机引擎零组件和化学原料等。来换取稀土松绑，但唯独辉达 H20 晶片除外。专家分析，尽管中美先前暂时休兵，不过从经济数据来看，5月中国对美出口仍断崖式下滑35%，创下2020年2月新冠疫情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即将公布的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还会比4月更高，显示这场谈判迫在眉睫。美国总统川普最新表示，中国不容易打交道。但谈判进展顺利，大陆 A 股、港股10号早盘则在平盘上下游走，对谈判结果保持观望。来源之，我看《纽约时报》讲啊，他就是说这个稀土战呢，就美国对稀土的需求跟缺乏，暴露了美国军工业的一个软肋，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它的很多军事上面的设施都需要这个稀土，这个稀土可以在高温底下耐热，可以让它磁力不会衰退。那所以美国如果它的军工业包括像导弹啊、战斗机啊，或智能炸弹，这都需要稀土。那中国大陆现在如果控制了这个东西，那美国现在军工业变得没办法发展，它要给很多盟友武器，那这个部分就提供不出来啊。所以美国当然很紧张。那现在中国大陆先逮到一个机会啊，就是说你用国安理由限制你高科技的出口，那我也可以用国安的理由把这个稀土做出口的管制啊。所以大家都在同样一个标准底下，你要我的稀土，那不好意思，那你就要放宽你的高科技的出口。所以虽然我觉得现阶段美国是讲说，辉达的晶片它还没有放宽呢，但是这只是现在，他们现在都一直不断的正反合嘛。日内谈完之后呢，没有达到共识，再到英国去谈，然后英国谈完之后如果没有共识，再继续谈。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就是占上风了。那我觉得本来他们现在谈判已经脱离了那个关税谈判了啦，现在已经不是在谈说关税要降多少，现在是在讲说我需要你什么，你需要我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影响到全世界它的那个原料跟产品的流动，所以大家这个会影响到全国。那我觉得本来回到这个事情的源头，川普为了解决他的那个债务赤字的问题，忽然间用顺差逆差来当做一个增加关税的一个数字，这本来就很不合理嘛，因为这个。顺差逆差就是两国的这个贸易的金额跟关税无关嘛，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定那个关税标准，这个是需求的问题嘛。就是因为美国很多制造业都外移了，所以才会造成它需要跟其他国家去买东西，那你当然就是逆差啊，这本来就是这样，结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关税理由。好，那现在大家如果每个国家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越硬，越能够凸显它的不合理，那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关税战呢就会位居下风啦。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们在跟美国谈判，其实就树立了一个标准出来，或者是一个案例，就是说，你只要掌握了，就是人家需要你的东西，你其实，在谈判上面，你就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硬的立场。
那不必然说好像美国只要一讲什么，我们就立刻要答应。然后美国现在找我们说要跟我们去合资，要去开那个天然气的那个阿拉斯加，依照4500亿的计划，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国家参加，就是中华民国。还有那个美国天然气公司，如果这个是一个这么好的计划的话，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参加？日韩都反对，都反对，所以代表这不见得是可以赚钱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投资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要换得在关税上面降低一点。然后我看到很多民进党的立委都跳出来讲说，哇，这个很棒啊，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关税谈判，可以造成比较好的影响结果。可是假设啦，美国把关税降下来，结果我们花了很多钱去投资这个东西，然后血本无归，那请问一下，这个关税谈判真的是对我们有利吗？所以我觉得本来关税谈判就是 give and take， 台湾政府不能一味的让利跟让步啦，还是要站在我们的立场。不是你让也没关系的，好，我们都可以整个算总账嘛。我在你这个阿拉斯加投资多少钱，啊，你关税这个降低我多少，我省多少钱，那边花多少钱。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你啊，因为川普这个人是喜怒无常的。平常心我们看黄仁勋对川普不错啊，对不对？主动说我要投资那么多，他照样 HS 不给你出口就是不给你出口。这川普这个人，我觉得他根本就你不知道他到底想些什么东西，他也不在乎，反正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啦。伟汉，刚刚这个我在喝水哈，那我在喝这个水，你看我们的来宾每个人都有一瓶水，所以呢就不会有人抢我的水，我也不用去抢别人的水。所以沙漠当中如果这一瓶水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去抢了。刚刚在讲哈，中国大陆的稀土是这样哈，因为全世界70%的稀土出自于中国大陆，因为你要分2个层次去看待这个议题，一个是开采，一个是提炼。所以中国大陆它开采70%，有的国家它没有开采，美国也有，它开采没有那么多。那另外呢，乌克兰不是最近跟美国一个矿产协议嘛，它才5%，所以5%就很重要了。主要的稀土有7种了，那军工业刚刚袁志已经跟大家讲了，军工产业需要，电动车需要，汽车产业需要，所以现在目前都卡在于。缅甸也出很多稀土，缅甸的稀土几乎都到中国大陆去提炼，所以简单讲，它把它加工提炼之后的那个稀土磁铁，90%就是来自于中国嘛。那现在这个东西是川普需要的，他很清楚，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他就得跟他谈。所以稀土是这样哈，开采跟提炼、加工提炼都在中国，所以中国就有办法去喊话。刚刚前面那段话题在讲的就是国民兵跟这个军队，还有这个洛杉矶警察发生问题的时候，任何国家都一样。一定是警察去执法，因为那是国民，那个是违法。军队是保护国家，那是对外有人来侵略我们国家的时候。那美国的国民兵比较特别，美国有43万的国民兵，它是属于这个总统跟这个州长联合管理。可是过往都是由州长。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新闻1992年的时候，洛杉矶大暴动，就是我们这个我刚刚讲的。然后呢，4个这个白人警察打黑人，打完之后无罪释放，所以真的大暴动，整个路上都已经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老布希嘛。是州长请老布希总统出动国民兵 National Guard， 他也不是去逮捕他们，他压制他们，又有警察去逮捕，因为要分嘛，那军人怎么可能去逮捕一般人呢？宪兵在路上走，他也是纠举，对不对 ？Military Police， 他也是去看警察违规，他不会来一般抓我们的哈。所以这个真的法治国家是这样，所以现在目前状况就在于加州州长跟川普是处不来啦。好，那他故意跨过他，好，就67年来没有这样过。上次是那个就是这个马丁路德这个 Dr. King 啊，金恩博士，他要去游行的时候，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州长他不愿意去保护金恩博士，所以才由詹森总统去出动国民兵。过了这么多年了，再次出动，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都还可以。就比如说总统觉得情况危急嘛，有一个事情非常重大，就是出动陆战队。陆战队是有人要侵犯美国了，美国的这个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国外的军队来的时候才保护，怎么会去叫军队去对人民？国民兵还有那个就是过有潜力，对，然后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但出动陆战队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会引发很大的问题。你要叫陆战队员做什么？你要叫他们去对着群众开枪吗？你要叫他们去逮捕这些可能就是在砸车在那边放火的这些人吗？这会有很大的问题。国民兵。大家可能有潜力可循，还能理解。出动陆战队，这事情会很严重。休息一下再回来。